短短2年，我把一家濒臨倒閉的农家院做到月流水100万。村中惡霸眼紅了，帶着泼皮无赖闖進我的院子，要我马上滚蛋。他不知道的是，這院子裡每一棵果樹，每一口魚塘都藏着要命的玄機。我正在灶房裡炒一鍋辣子雞，院子外頭突然傳來刺耳的剎車聲，接着是7、8個腳步踩着碎石子路，氣勢洶洶的進來。林晨，出來！我擦了擦手，掀開门簾走出去。趙成穿着一身花里胡哨的名牌，身後跟着4、5個紋龍畫虎的馬仔，正站在我院子中央，用腳踢着我剛從地裡摘回來的新鮮蔬菜。趙少，今天刮的什麼風？趙成把一份文件拍在石墨桌上。食品安全整改通知書，外加场地终止租乘合同，限你1个钟头之内带着你的破鍋烂碗滾蛋！我皺起眉頭，租期還有整整8年，下半年的租金，我上個月就提前打到了你爸賬戶上了，趙成位置到你爸賬戶上了，你現在單方面撕毀合同，得雙倍賠償違約金吧？違約金？你跟本少爺搶違約金，也不看看老子背後是誰？星耀集團聽說過吧？在這10里8村，老子就是規矩。他一腳踹翻了我放在廊下的一筐土雞蛋，蛋黃蛋傾濺了一地。昨天我路過你這兒，剛好看到你用手機給大客戶轉賬，8位數的餘額。你小子在這個破院子裡炒菜炒了2年，流水大幾10萬。這塊肥肉你嚼了2年，現在本少爺要自己吃。我心裡冷笑，農家樂這行，外人看着門檻低，但水深得很。趙成這種游手好閒的紈絝子弟，以為有場地請個廚子就能宰客賺錢，簡直蠢到了極點。趙大少，這行的水很深，只看得到表面的錢，遲早會被淹死。少在這嚇唬人，服務業而已，傻子都會哄顧客開心。你裝什麼高人？我看着他沒有任何爭吵，對付這種蠢貨，最好的辦法就是順水推舟，讓他自己跳進萬丈深淵。好，我簽。我拿起桌上的圓珠筆，在終止租賃的合同上簽下自己的名字，然後只帶走2樣東西：一個用防水布包了好幾層的筆記本，記着我2年積累的所有老客戶聯繫方式、供應鏈渠道，以及我獨創的12道招牌菜的秘方；另一件是我自己親手調製的高湯底料秘方罐子。就帶這2樣破東西走。趙成嗤笑：窮鬼就是窮鬼，一鍋破底料還當寶貝。我走到院門口，回頭看了他一眼。趙成，記住你今天說的話。這院子交給你了，這裡的存貨也交給你，希望你能接得住。走出院門，我撥通了一個號碼。喂，張總，我之前看中的城北那片生態莊園，今天能簽合同嗎？對，立刻，馬上，錢不是問題，但我今晚就要帶施工隊進場。趙成得意洋洋地接收了桃園農家樂，他前腳剛把我趕走，後腳就叫人放了2掛大地紅鞭炮，掛上了他的新招牌趙氏農莊。不僅如此，他下午直接拉回了一個外號叫老尤的廚子，安排在灶房裡當掌勺。李叔在農家樂幹了半輩子的幫工，一眼就看出來了，那個老尤是這一帶出了名的黑廚子，專做回收油，把客人吃剩的湯底剩肉回收了重新加工，兌上香精和色素，就是一鍋祖傳高湯。李叔偷偷給我打電話的時候，聲音都在過去被坑，你就私底下告訴他們，來城北生態莊園找我。我轉身看向眼前這片巨大而空曠的場地，城北生態莊園佔地整整100多畝。此時10幾輛重型水泥攪拌車正在轟鳴，幾百個建築工人在高強度的探照燈下連夜施工。我滿意點頭，我要做的是整個省最頂級的生態農莊職工基地。趙成那個蠢貨以為靠香精和凍肉就能賺大錢，但他根本不懂，規則早就變了。李大爺一家來吃
食料還是摻假糊弄，我一口就吃得出來。你這店就是純坑人。坑人？趙成狞笑着走上前，一把将桌上的菜盘子撒到地上，瓷盘摔得粉碎。老子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方圆10里，就老子这一家农家乐。你們想吃口正宗農家味，就得按老子的規矩來，不吃，滾！李大爺深吸一口氣，轉頭對家人說：“走，誰稀罕在他這吃？”接下來趙成徹底傻眼了，院子裡其他7、8桌客人連一句多餘的廢話都沒有，齊刷刷地站起來，跟着李大爺往門外走。一群人浩浩蕩蕩地走出院門，發動汽車揚長而去。不到2個小時，趙氏農莊用凍肉冒充走地雞，用香精勾兌高湯的消息，就像長了翅膀一樣，傳遍了整個城區的美食群和朋友圈。李大爺的孫子突然肚子疼，臉色發白，李大爺慌了，趕緊給我打來電話：“陳子，你的事兒我聽說了。孩子突然肚子疼，估計是剛才在那黑心店吃了不乾淨的肉。”大爺，您現在的位置發給我，10分鐘內，我的車去接您。孩子先送醫院檢查，費用我出。可是陳子，你都被趙成趕出來了，你都沒場地了，你還能？誰說我沒場地了？我的聲音透着一股讓人心安的力。他原本以為這幫城裡人鬧2天脾氣，最終為了吃口農家菜，還是得乖乖來他這裡。結果他徹底失算了。整整1周，趙氏農莊的大門敞開着，鑼鼓音樂震天響，門口還站着2個穿得花枝招展的迎賓小姐，可連一輛車都沒踏進過他的院子。而此時的城北生態莊園，巨大的生態大門前，私家車、商務車甚至大巴車排起了長龍，整個城區的美食愛好者仿佛約好了一樣，全都湧到了這裡。我站在重新鋪裝好的石板路上，指揮着4個嶄新的開放式廚房同時開火。院子裡搭了一個巨大的遮陽棚，裡面擺着幾口大灶，鍋裡燉着正宗的老母雞湯，咕嘟咕嘟冒着香氣。各位老主顧、新朋友，今天趁着大家都在，我教大家一個辨別真假農家菜的門道。我拿起一個普通的西紅柿，動作熟練地切開。大家看，真正自然熟的西紅柿，裡面是沙瓤的，籽是黃的，汁水是清的；而那些催熟的，心是白的，籽是綠的，吃起來發酸。真正的散養走地湯，熬出來是金黃色的，油花浮在表面，聞得到天然的鮮香；而那些用香精勾燉的，顏色太黃太亮，聞久了發膩，喝完了口渴。在我臨晨的莊園裡，每一道菜從田間到餐桌全程可追溯，假一賠10，說到做到。人群中爆發出熱烈的掌聲。我站在新建的食材分揀中心裡，看着眼前的壯觀景象，一邊是色澤鮮亮的 A 級有機蔬菜，嫩得能掐出水來；另一邊是毛色油亮、腿爪粗壯的正宗走地雞，每隻都帶着溯源腳環。林總，今天一共收購了 A 級蔬菜300斤，A 級走地雞50隻，全部通過了農殘和新鮮度檢測。陳瑤走過來，手裡拿着一份報表，安排明天給錦繡大酒店的樣品送過去。錦繡大酒店？可是趙成不是跟他們簽合同了嗎？合同是簽了，但能不能履約，又是另一回事。我望向河對岸燈火通明的趙氏農莊，趙成放出話來：3天後，桃園農家樂將推出99元農家宴隨便吃的促銷活動，目標直指我的城北生態莊園。傍晚時分，我把全村所有農戶召集到一起，院子裡擺了10幾張桌子，每張桌上都放着我親自下廚做的幾道菜。各位叔伯阿姨，從今天起，我不要你們的統貨，我要你們把食材按品質分級。A 級，有機認證蔬菜，散養滿1年的走地雞，山泉水養的活魚，這一類我按市場價的150%收購，也就是加價50%。B 級，無農藥殘留的優質蔬菜，這一類
按市場價的120%收购。C 级，普通农家菜，這一類按市場價100%收購，一分不少。農戶們面面相覷，有人不敢相信。林老板 ，A 級你真給加50%？白紙黑字，立牌公示，現場驗貨，現場結線，一分錢不會少。但有一個條件 ，A 級貨必須嚴格按照我的標準來，走地雞必須滿1年，少1天都不行。有機蔬菜必須通過我的農殘檢測，超標1顆，整批降檔。這就是我面對趙城的靠山新藥集團的底牌。新藥有錢，但他們不懂這一行，他們以為靠高價就能壟斷貨源，卻不知道農家樂的命脈在於食材的精細化品質管理。趙城的認知還停留在最原始的低買高賣模式裡，在他看來，食材只要能炒熟端上桌，管他什麼有機認證、農殘檢測。但現在最要命的不是他的無知，而是他手裡那份跟錦繡大酒店簽的供貨合同。錦繡大酒店是縣裡最高檔的酒店集团，趙城簽下了一份500人大型宴會的食材供應合同，合同上白紙黑字，後天中午12點必須交付500人份的全套農家宴食材。如果交不齊或者質量不達標，不僅要全額退還30萬的履約保證金，還要面臨巨額的違約賠償。黃毛翻着賬本，臉色越來越難看。成哥，咱們院子裡現在所有的食材加起来，撐死不到100人份，還差400人份的缺口啊！活人還能讓尿憋死？去聯繫那個食材黃牛李老鼠，那老小子常年倒騰來路不明的食材，手裡肯定有壓箱底的存貨。黃毛趕緊掏出手機打電話。不到半小時，3輛冷藏車開進了趙氏農莊的院子。車停穩，一個40來歲的禿頂男人跳下車，穿着油膩的皮夾克，滿臉堆笑地朝趙城伸出手。趙大少爺，趙大少爺，聽說您急需補貨，找我，您算是找對人了。這3車可全是1等1的鮮肉跟時蔬，足400人份兒，剛好給您補齊缺口。李老鼠指着車上堆得像小山一樣高的泡沫箱，箱子上印着5花8門的產地標籤。趙城讓人把3車貨全部卸進了冷庫。工人們幫忙卸貨的時候，有個做了30年廚師的老師傅湊過來，皺着眉打開了一箱所謂的內蒙草原羊肉。他用手按了按肉表面，又湊近聞了聞，臉色瞬間變了。成哥，這肉不太對勁，顏色太豔了，不像是正常的鮮肉，而且我聞到了一股氨味兒，這肉很可能泡過防腐劑。還有這個，他又打開一箱有機蔬菜，您看，這些菜的根部都發黃了，葉子上有明顯的藥斑，這絕對不是有機種植的菜。趙成的臉沉了下來。你的意思是，我故意買假貨？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提醒您，交貨之前最好多驗幾箱。行了。趙成不耐煩地打斷他，明天就要交貨了，現在退貨我上哪兒補400人份的缺口？今晚所有人加班，把食材按菜單分好類，明天一早装车送貨。老師傅站在原地欲言又止，最終嘆了口氣，默默走開了。而此時的城北生態莊園，我坐在辦公室裡，看着李叔發來的照片和視頻。照片裡趙城的工人們正在忙碌地分揀食材。我把照片放大，仔細看着那些泡沫箱上的標籤：內蒙草原羊肉，生產日期被模糊處理了；海南有機蔬菜，沒有有機認證標誌；野生千島湖鮮魚，魚的腮部發黑，明顯不新鮮。陳瑤接過手機，只看了一眼，臉色就變了。這全是坑外行的東西，這個所謂的草原羊肉顏色太紅了，肯定是泡過亞硝酸鹽的變質肉。這個有機蔬菜，看葉片的紋理就知道是大棚催熟的。這個魚，腮都黑了，至少死了2天。如果把這些東西送到錦繡大酒店，那簡直是災難。我點點頭，嘴角浮起一抹冷笑，拿起手機發了一條語音：李叔，今晚你找個機會，把趙城冷庫裡那些食材的真實情況再拍詳細一些，我要讓錦繡大酒店的人在趙中交貨之前先看到真相。為了確保明天交貨時的分量絕對達標，並且讓自己的利潤最大化，趙成在交貨的前下達了一個指令：今晚所有人都不准睡，把水管給我接上。工人們面面相覷。趙成指着那幾十箱分割好的豬肉和雞肉，對着這些肉給我冲水，1噸肉至少給我注進去300斤水。成哥，不能這麼幹啊！肉注了水，明天一上鍋就縮水，味道全變了。而且錦繡大酒店那種地方，人家有專業的檢測設備和品鑑師，一嘗就嘗得出來。嘗出來又怎樣？哼！
老子錢都花了，貨都買了，不注水怎麼湊夠分量？老子花錢雇你來是幹活的，不是聽你教訓的。工人們面如死灰，不得不打開水管，對着一箱箱肉類瘋狂冲水，水流順着肉的紋理滲入，原本鮮紅的肉色變得蒼白浮腫，一捏就出水。凌晨3點，趙氏農莊的後廚變成了一座罪惡的加工廠。黄毛從附近的食品添加剂店弄來了幾大袋澱粉和食用膠，趙成親自上陣，把澱粉和食用膠調成糊狀，然後均匀地涂抹在每一塊牛肉的表面。老子算过了，這批牛肉原價150一斤，加了澱粉漿之後，每斤的成本能降到80塊，按150的市場價賣出去，一斤淨賺70。500人份的宴會，光是牛肉這一項，老子就多賺3萬。而此時的城北生態莊園，我坐在辦公室裡，把李叔傳來的所有視頻和照片整理成了一個文件夾。注水肉、澱粉牛肉、李老鼠的劣質食材、過期標籤，每一條證據都足以讓趙成身敗名裂。但這些還不夠，我要在趙成交貨的那一刻親手揭開這些真相。我拿起手機撥通了一個號碼。喂，張總，我是林晨。明天中午錦繡酒店有個大型宴會的食材供應，供應商是趙氏農莊，我想請您幫個忙，明天由您親自帶隊驗收。上午10點，錦繡大酒店後門，趙成的貨車緩緩停在卸貨區，車廂門打開，工人們開始一箱一箱的往下搬。錦繡大酒店的驗收團隊已經在旁邊等候，為首的是一個40來歲的女人，穿着筆挺的職業裝，戴着一副金絲眼鏡，目光銳利。她就是錦繡大酒店的品控總監張青。趙成滿臉堆笑地迎上去：“張總，您親自來驗收啊？這批貨可都是我們精挑細選的好東西，您放心。”張總看了他一眼，目光裡沒有一絲溫度。趙總，我們錦繡的驗收流程你應該清楚吧？清楚，抽檢嘛，沒問題。不只是抽檢，張總淡淡地說，今天這批貨數量大，而且是500人的重要宴會，我們決定全檢，每一箱都要開箱檢查，每一項食材都要做新鮮度和農殘檢測。趙成的笑容僵在臉上。全檢？張總一揮手，身後的檢測團隊立刻行動起来。第一箱进口牛肉，張總親自上前，用手指按了按肉表面，然後湊近聞了聞。他皺起了眉頭，這肉的質地不太對。他從工具箱裡取出一把小刀，切下一小塊牛肉放進嘴裡嚼了嚼，然後他吐了出來，澱粉味兒。他轉頭對助手說：“記下來，牛肉全部裹了澱粉漿，涉嫌以次充好。”下一箱是豬肉，一個助手取出一台便攜式水分檢測儀，把探頭插進一塊豬肉裡，第一器發出刺耳的警報聲。含水量87%，嚴重超標。正常鮮肉的含水量應該是70%左右，這肉注入了大量水分。再下一箱是有機蔬菜，張總打開箱子，取出一瓶試劑，滴在一片菜葉上，菜葉瞬間變成了深藍色。農藥殘留嚴重超標，這不是有機蔬菜。再下一箱所謂的野生千島湖鮮魚，魚一拿出來，整條後廚走廊都彌漫着一股腥臭味。這魚死了至少3天，不新鮮。1箱、2箱、3箱，每一箱都有問題：劣質肉、注水肉、農藥超標蔬菜、死魚、過期醬料、標籤造假。趙成的臉色隨着檢測的動作變得越來越灰白。最後，一個助手從箱底翻出了一塊磚頭，就壓在泡沫箱的最底層，用來壓秤的。張總拿着那塊磚頭看着趙成，一字一句地說：“趙總，你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這意味着你不僅涉嫌商業欺詐，還涉嫌危害公共安全。”他掏出手機，按下3個數字。喂，110嗎？我要報警。趙成整個人像被抽乾了靈魂，徹底癱倒在那堆他親手造假的劣質食材面前。不，你們不能這樣！他雙手撐地，想爬起來，但腿軟得使不上勁。30萬保證金全額扣除，向行業協會發布通報，將趙氏農莊永久拉入行業黑名單。從此以後，任何酒店、餐廳、企事業單位不得與趙氏農莊發生任何業務往來。
现在该算算咱们的账了吧？運費，1輛車2000，5輛車就是1萬塊，拿錢吧。我哪還有錢啊？貨沒賣出去，保證金被扣了，我真的沒錢了。壯漢冷笑一聲，一把揪住他的衣領，把他從地上拎起來。你娘的！你有沒有錢關老子屁事兒！今天不給運費，你他媽別想走出這個大門！壯漢一拳砸在他肚子上，趙成嘔的一聲彎下腰，其他幾個司機也圍了上來，像一群圍獵獵物的狼。趙成被圍在中間，瑟瑟發抖。我真的沒錢，你們打死我也拿不出錢來。沒錢？壯漢獰笑着，那老子把你拆了抵債！趙成嚇得魂飛魄散，連滾帶爬的想逃跑，被另一個司機一腳踹翻在地。張總站在台階上冷冷地說：趙成，你的路走窄了。張總站在台階上冷冷地說：趙成，還有一件事，這些食材已經被嚴重污染，發出惡臭，你需要支付場地清理費和污染處理費，一共5000塊。給你24小時，24小時後，如果費用沒到賬，我們不僅要報警，還會向法院提起訴訟。趙成被扔出酒店後門，摔在臭水溝旁邊，他趴在地上，渾身濕透，又臭又髒。3天前他還是意氣風發的趙氏農莊老闆，現在他就成了個負債累累的落水狗。趙成在臭水溝邊上坐了一整夜，天亮的時候他已經想好了最後的計劃。他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泥水，走向附近的一家五金店。老闆，給我拿1桶汽油，10米長的導火索，還有一個打火機。汽油有，導火索沒有。你要這幹啥？燒雜草。趙成低下頭，不讓老闆看清他的眼睛。他提着汽油桶，沿着河邊的土路，一步一步走向城北生態莊園。清晨的莊園一片寧靜，工人們還沒上班，只有幾個早起的大爺大媽在院子裡掃地、餵雞。趙成藏在河對岸的灌木叢裡，遠遠地看着莊園，他的眼裡布滿血絲，手裡緊緊攥着汽油桶的把手。凌晨，是你害得我一無所有，那我就讓你也一無所有。他咬了咬牙，正準備起身。你在幹什麼？你想燒了這裡？陳瑤鬆開小磊，上前一腳踢翻油桶，把趙成反手壓趴在地。趙成掙扎不開，怒吼：臭娘們，快放開老子！陳瑤衝小磊喊道：快報警！小磊連忙撥打報警電話，警車的聲音由遠及近，2個警察下車，給趙成戴上手銬，將他押上警車。此時的錦繡大酒店正面臨着緊急情況，500人的大型宴會原定於今天中午12點開席，現在已經是上午9點了。後廚的廚師長急得滿頭大汗。張總，趙成的貨全部被拒收了，我們的食材怎麼辦？500人的宴會菜單都訂好了，請柬都發出去了，賓客馬上就要到了。聯繫其他供應商，不管多少錢，立刻給我調貨。張總，來不及了，咱們縣裡沒有能一次性供應500人份 A 級食材的供應商，就算把統計。趙成被捕的當天下午，他背後的靠山新藥集團召開了一場盛大的新聞發布會。他們的總裁，一個戴着金絲眼鏡、西裝革履的中年男人，對着鏡頭侃侃而談。近期，我縣餐飲行業出現了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某些不法商家為了謀取暴利，不惜使用注水肉、變質食材、假冒偽劣產品，嚴重危害了消費者的健康和權益。作為負責任的企業，星耀集團決定提前啟動我們的計劃。所有食材均經過嚴格的第三方檢測，確保每一位消費者都能吃到真正的健康農家菜。同時，我們鄭重承諾，凡是在我縣農家樂消費遭遇食品安全問題的消費者，憑相關證據
可以在我们的享受免费赔偿餐一次。新闻播出后，整个县城炸了锅。星耀集团不仅把自己塑造成了行业守護者的形象，還直接把食品安全問題的帽子扣在了所有農家樂頭上，包括我的桃園農家樂和城北生態莊園。我的手機被打爆了，老主顧們紛紛打電話來詢問：林老闆，你們家的食材沒問題吧？林老闆，星耀集團說的那些是不是也包括你家呀？我一個個耐心解釋，告訴他們我的食材分級體系和檢測標準，但這遠遠不夠。輿論的風向已經被星耀集團牢牢掌控。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一早，我收到了一份通知，縣市場監督管理局決定對我縣所有農家樂進行一次突擊檢查，而領頭的檢查組組長是星耀集團推薦來的專家顧問。林晨，這是衝着你來的。星耀界趙成的事兒，把整個行業的名聲都搞臭了，現在又推出什麼放心計劃，分明是想把所有客人都引到他們的樂園去。我沉思片刻，然後站起身。馬叔，通知所有人，把咱們莊園的檢測標準、溯源記錄、農戶合同全部整理出來，一份不留，全部公開。明天，我要請縣市場監管局的檢查組來咱們這兒做一次突擊檢查。他們要查，我們就讓他們查個夠，但有一個條件，檢查過程必須全程網絡直播。星耀集團的總裁在辦公室裡摔碎了第3個杯子。林晨，你很好。他盯着電腦屏幕上的直播回放。既然明的不行，那就來暗的。3天後，城北生態莊園的供電系統在深夜被人為破壞。凌晨2點，我正在辦公室裡整理文件，突然整個莊園一片漆黑。怎麼回事？我衝出辦公室，發現所有的燈都滅了，冷庫的制冷系統停止了運轉，監控攝像頭全部離線。林總，不好了！值班的老張頭慌慌張張跑來，配電房被人砸了，所有的開關都被砸爛了，電線也被剪斷了。我跑到配電房，借着手機的光一看，一片狼藉，配電櫃被砸得稀巴爛，裡面的線路被剪成了一段一段，變壓器上還被潑了不明液體，散發着刺鼻的化學氣味。這是有人故意破壞。林總，這肯定是星耀那幫王八蛋幹的。我沒有說話，轉身跑向冷庫。冷庫的門一打開，一股氣浪撲面而來，溫度顯示器上的數字正在攀升，-10度、-5度。糟了！冷庫裡存着價值80萬的 A 級食材，剛收上來的有機蔬菜、散養走地雞、山泉活魚。如果溫度持續上升，這些食材全部都會變質。我連忙往回跑，邊跑邊喊：快，叫所有人起來，把能用的冰塊全部搬到冷庫來！給縣城的制冷設備公司打電話，讓他們立刻派人過來搶修。工人們被緊急叫醒，手忙腳亂地搬運冰塊，但80萬立方米的冷庫，靠人力搬冰塊根本就是杯水車薪。溫度還在上升，冷庫裡的肉類開始滲出水分，蔬菜的葉片開始發蔫。我看着這一切，拳頭攥得咯吱作響。手機響了，是一條匿名短信：林晨，這只是開始，要麼把莊園賣給我，要麼我讓你一無所有。我盯着那條短信，深吸一口氣。想玩是吧？我陪你玩到底。縣公安局的刑偵隊在半小時內趕到了現場，帶隊的吳隊長是我認識的人，上次趙成的事就是他經手的。林老闆，又出事了，這一次是誰幹的？星耀集團。我掏出手機，把監控最後錄下的那段視頻給他看。畫面裡，一輛黑色的商務車在凌晨1點30分駛入莊園，車牌號清晰可見。前擋風玻璃上掛着星耀集團的員工通行證。車上下來2個戴着口罩的男人，手裡提着工具箱，徑直走向配電房。10分鐘後，他們駕車離開。又過了15分鐘，莊園的供電系統全部癱瘓。吳隊長的臉色沉了下來。林老闆，這段視頻很關鍵，但光憑這個還不夠，我們需要更多的證據。我知道，所以我準備了一手。我帶吳隊長來到冷庫旁邊，那台老發電機正在轟隆隆地運轉，發出刺鼻的柴油味，但至少保住了冷庫的制冷。吳隊長，您看這個。我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型存儲卡，插進筆記本電腦裡。屏幕上出現了一段高清視頻，畫面裡那2個戴口罩的男人正在配電房裡破壞設備，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被拍得清清楚楚。這是我安裝在配電房裡的隱藏攝像頭。帶獨立電池供電，不受主電網影響。我淡淡的說，從趙成那次之後，我就學乖了。莊園的關鍵位置，我都安裝了這種隱藏攝像頭。半晌才豎起大拇指。林老闆，你這個人行啊！我的手機又響了，還是那個匿名號碼。林晨，你以為報警就能解決問題？你以為抓住了2個馬仔就能動得了星耀？我勸你，識相的就趕緊把莊園賣給我，價格好商量。否則，下一次就不是斷電這麼簡單了。
星耀的总裁是吧？謝謝你提醒我。既然你不講規矩，那我也不用守規矩了。我掛了電話，轉頭對吳隊長說：“吳隊長，除了故意毀壞財物，我還要舉報星耀集團涉嫌商業賄利、不正當競爭以及威脅恐嚇，證據我都有。”星耀集團雖然遭受了重創，但他們畢竟財大氣粗，很快就調整了策略。他們不再搞暗中破壞，而是轉向了正面競爭。1周後，星耀農家樂園宣布正式開業。他們的宣傳攻勢鋪天蓋地，電視廣告、公交車體、電梯海報、短視頻平台，到處都是他們的身影。99元農家宴隨便吃，真正的放心菜，全程可追溯。100萬平米主題樂園，吃玩住一站式體驗。開業當天，星耀樂園門口排起了長龍。城裡來的遊客們被低廉的價格和華麗的宣傳吸引，蜂擁而至。相比之下，我的桃園農家樂和城北生態莊園雖然口碑好，但價格相對較高，客流明顯受到了影響。老馬看着對面的熱鬧景象，憂心忡忡。林晨，星耀這一招太狠了，99元隨便吃，咱們怎麼跟人家競爭？我沒有說話，而是做了一件讓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我換上了一身普通的衣服，戴上一頂鴨舌帽，像普通遊客一樣走進了星耀樂園。我要親眼看看他們的99元隨便吃到底是什麼貨色。樂園裡裝修的富麗堂皇，到處都是金黃色的裝飾和亮閃閃的燈具。中央大廳裡擺着幾十個自助餐台，上面堆滿了各式各樣的菜品：紅燒肉、糖醋排骨、炸雞柳、炒時蔬，看起來五顏六色，香氣四溢。但當我湊近一看，眉頭立刻皺了起來。紅燒肉的顏色太紅了，不像是自然燒出来的，更像是用色素染的。炸雞柳的外皮太厚太脆，不像是正常的面粉糊，更像是反复使用的回锅油。炒时蔬的叶子發黄發蔫，一看就是放了好幾天的生菜。我夾起一塊紅燒肉放進嘴裡，甜得發膩，一股香精味直衝腦門。我又嘗了一口雞湯，鮮得過分，明顯是雞精勾兌的。這哪是什麼農家菜，分明就是工業化批量生產的廉價快餐。但我環顧四周，那些城裡來的遊客們卻吃得津津有味，一個個讚不絕口。太好吃了，比城裡飯店還便宜，下次還帶家人来。我心裡五味杂陈，这些客人根本分辨不出什麼是真正的農家菜，什麼是香精色素勾兌的廉價貨。他們只認價格，99元隨便吃，這個價格在他們的認知裡就是實惠，就是划算。我放下筷子，站起身，我知道該怎麼做了。3天後，城北生態莊園人聲鼎沸，縣電視台的攝像機架好了，10幾位本地自媒體博主舉着手機直播，上百名從全縣各地趕來的美食愛好者坐在品鑑席上，交頭接耳，議論紛紛。品鑑台分成2個區域，左邊是桃園標準區，右邊是市場普通區，每個區域都擺着同樣的6道菜：雞湯、紅燒肉、炒時蔬、炸雞、酸菜魚、臘肉。但兩邊的食材和做法完全不同。桃園標準區的雞湯是用我養了整整1年的走地雞，加山泉水，用柴火慢燉4個小時熬出來的，湯色金黃，油花漂浮，聞得到天然的鮮香。市場普通區的雞湯是用冷凍雞骨架加雞骨高湯膏勾兌出來的，顏色慘白，味道寡淡，只有一股濃郁的雞精味。品鑑開始，我走到台前，對着所有鏡頭大聲說：“各位，今天的品鑑會沒有廣告，沒有推銷。我只做一件事兒，讓大家用嘴巴投票。左邊是桃園標準，右邊是市場上最常見的農家菜，你們自己嘗，自己判斷，哪邊是真材實料，哪邊是濫竽充數，舌頭不會騙人。”品鑑者們開始動筷子，先嘗左邊的雞湯，有人閉上眼睛，露出陶醉的表情；再嘗右邊的雞湯，有人皺起眉頭，直接吐了出來。2輪品嘗下來，結果不言而喻，所有的品鑑者都指向了左邊桃園標準。一位本地知名的美食博主舉着手機直播，對着鏡頭說：“家人們，我今天的舌頭被上了一課，原來真正的農家菜是這樣的，不是香精味，不是色素紅，而是食材本身的鮮香甜。以後我吃飯只認桃園標準。”這條直播的觀看人數瞬間突破了10萬，彈幕刷屏：“這才是真正的農家菜。星耀的99元隨便吃就是香精勾兌的，以後再也不去那種廉價農家樂了。”品鑑會結束後，記者們圍着我採訪，我面對着鏡頭：“現在市場上的農家菜魚龍混雜，很多商家打着農家的旗號，賣的是工業化批量生產的廉價貨。我要讓消費者明白，真正的農家菜貴有貴的道理，因為好食材、好手藝、好環境都是需要成本的。那些99元隨便吃的，
縣里的農家樂示範項目評選正式拉開了帷幕。這是一個由縣政府主辦、縣旅遊局和市場監督管理局聯合承辦的評選活動，目的是樹立行業標杆，引導全縣農家樂產業健康發展。參選的企業一共有3家：星耀農家樂園，投資5000萬，佔地500畝。桃園農家樂經營3年，以口碑和品質著稱。還有一家福滿農家苑，是縣城老字號，經營了10幾年。評選規則分為3個環節：第1環節實地考察，第2環節食材盲測，第3環節公眾投票。3環節綜合得分最高者獲得示範項目稱號和500萬補貼。消息一出，整個縣城都沸騰了。這不僅僅进口中央廚房，2000人主題餐廳，評委們頻頻點頭，在他們的評分表上打着高分。但我從直播畫面裡看到，有幾個評委的表情不太自然，他們寫的分數明顯比其他評委高出一截。果然，星耀早就做了功課。第2站，評委組來到了桃園農家樂，沒有紅毯，沒有鮮花，只有一口口冒着熱氣的大灶和一群在院子裡忙碌的老人。李大爺正在教一個小遊客怎麼餵雞，陳瑤在後廚切菜，小磊追着一隻剛破殼的小雞滿院子跑。評委們愣了一下，這和他們剛才看到的星耀樂園完全是2個世界。我迎上去沒有廢話，直接帶他們去了灶房。各位評委，我不介紹設施，也不介紹規模，我只做一件事，讓你們看看我們的菜是怎麼做出來的。我掀開一鍋正在燉煮的雞湯，金黃的湯色，濃郁的香氣。食材盲測當天，天空飄着細雨，3個參選企業的廚師各出一道菜，匿名編號，由評委組現場品嘗打分。星耀樂園派出了他們的行政總廚，一個從法國藍帶學院畢業的大廚，帶着專業團隊全套進口廚具。福滿農家院派出了他們的老掌勺，一個做了40年農家菜的老師傅，用的是祖傳的秘方，而我親自下廚，只帶了一口鐵鍋、一把菜刀，還有我自己調制的底料。評委席上，7位評委正襟危坐，其中有老局長那樣欣賞我的，也有被星耀收買的。但不管他們偏向誰，今天舌頭說了算。第1道菜端上來，星耀樂園的法式松露燉雞，擺盤精緻的像藝術品，黑松露片薄如蟬翼，雞肉嫩滑，湯汁濃郁。評委們紛紛點頭給出了高分。第2道菜，福滿農家院的古法臘味河蒸，臘肉、臘腸、臘雞層層疊疊，蒸得油潤透亮，香氣撲鼻。老局長嘗了一口，豎起大拇指，正宗，這才是咱們縣的老味道。第3道菜，我端上了一鍋湯，沒有精緻的擺盤，沒有名貴的食材，就是一鍋普普通通的雞湯，但湯色金黃透亮，像琥珀一樣，油花輕輕浮在表面，像一層薄紗，香氣裊裊升起，不是香精的刺鼻，而是一種天然的、溫暖的，讓人忍不住深呼吸的鮮香。評委們愣了一下，有人小聲議論：就一鍋雞湯，太簡單了吧？跟前面2道菜比，差距太大了。老局長拿起勺子，舀了一勺湯放進嘴裡，他的眼睛閉上了，1秒、2秒、3秒，然後他睜開了眼睛，眼眶紅了。這湯讓我想起了我母親。小時候每次生病，我媽都會熬一鍋雞湯，就是這個味道，不多不少，不偏不倚，就是純粹的鮮，純粹的暖。其他評委紛紛拿起勺子品嘗起來，有人露出了陶醉的表情，有人閉上眼睛深深呼吸，有人一連喝了3勺停不下來。就連那幾個被星耀收買的評委也不得不承認這鍋湯確實不一樣。最後評委組宣布評分結果，星耀樂園92分，福滿農家院88分，桃園農家樂，主持人大聲宣布97分，全場譁然。星耀的總裁臉色鐵青，猛地站起來，這不可能！就一鍋破雞湯，憑什麼拿97分？就憑這鍋湯裡有
真实的味道。你们星耀的菜做得再精致，也总让人心里空落落的。而林老板这锅汤有灶火味儿，有人间烟火味儿，光凭这锅汤就值97分，甚至值100分。星耀总裁握紧拳头，想不出反驳的话。实地考察，星耀第一；食材盲测，桃园第一。现在一切取決於最後一個環節——公眾投票，誰的票數高，誰就是最終的示範項目。投票通道開啟的那一刻，全縣的老百姓都在拿起手機，為自己心中的最佳農家樂投票。我站在莊園的院子裡，看着手機上不斷跳動的票數。星耀的票數一開始遙遙領先，他們有錢買流量，有資源刷票，但漸漸的，桃園的票數開始追趕，1000票、2000票、5000票、10000票。越來越多的網友在社交媒體上轉發投桃園真材實料，星耀的99元宴就是香精勾兌的，誰吃誰知道。支持良心老闆林晨，票數差距越來越小。最後，在投票截止的最後1分鐘，桃園的票數超過了星耀，以5票的微弱優勢險勝，全場歡呼。李大爺激動的老淚縱橫，陳瑤抱着小磊又笑又跳，工人們互相擁抱慶祝。而我站在灶房門口，看着那口熬湯的鐵鍋，嘴角浮起一抹微笑。這鍋湯沒有白熬。星耀總裁帶着一群保鏢在停車場攔住了我。林晨，你別得意，公眾投票你贏了，但這不代表你贏了全部。我手裡還有一張牌，一張能讓你徹底翻不了身的牌。什麼牌？他得意一笑，告訴你也無妨。你那個跟農戶簽的分級收購體系合同，該不會以為市場會允許吧？明天就會有人來調查你們，到時候你就等着關門大吉吧。他轉身離開，留下我一個人在原地。想玩是吧？好，我奉陪到底。檢查的車在清晨開進了城北生態莊園，帶隊的是執法科科長周健，一向以鐵面無私著稱。他身後跟着3名工作人員，手裡提着公文包和執法記錄儀。星耀總裁坐在辦公室，看着手機裡我正在開的檢查直播，冷笑：林晨，你的分級收購合同裡那些加價條款、溯源要求、違約處罰，隨便一條都能被定性為不平等條約跟壟斷收購。只要農業局認定你違規，你的示範項目資格就會被當場作廢。然而他等來的第一個電話卻是自己法務部的緊急來電。總裁，不好了，咱們跟農戶簽的獨家收購協議涉嫌違反反壟斷法和農產品流通管理條例，農業局那邊已經有人開始問話了。星耀總裁臉色驟變。什麼？怎麼會是咱們家先出事？他忘了林晨的合同是加價收購，品質分級，現款現貨，農戶自願參與，隨時可退出。而星耀的合同是獨家排他，低價統貨，違約罰款。他們本質上才是對農戶的捆綁和壓榨。周健科長在莊園辦公室裡仔細審閱了林晨的每一份合同，最後當着直播鏡頭宣布：經核查，城北生態莊園的食材分級收購體系，合同條款清晰，價格透明，不存在強買強賣，不存在壟斷行為。相反，該模式有效帶動了農戶增收，符合鄉村振興產業政策，予以認可。院子裡20多位農戶代表熱烈鼓掌。周健話鋒一轉，但是我們接到舉報，星耀農家樂園與部分農戶簽訂的存在限制交易、壓級壓價、霸王條款等問題。下一步，我們將對星耀集團展開調查。星耀總裁手裡的手機啪地掉在地上。星耀總裁連夜召集公關團隊和法務團隊，試圖挽回局面。既然明的搞不過他，那就搞臭他！給我找水軍，全網散布消息，就說林晨的生態莊園用的是大棚催熟菜，走地雞是圈養冒充的。再找幾個所謂的受害者農戶，哭訴林晨克扣收購款。一夜之間，網絡上冒出大量抹黑帖，曝光桃園農家樂的有機蔬菜是假的，林晨的分級收購就是壓榨老人，城北生態莊園的雞湯加了秘製香精。老主顧們的電話再次被打爆，李大爺氣得直哆嗦。小陳，這分明是有人在潑你髒水。我打開電腦，調出一份份文件。大爺你別急，他們潑髒水，我就讓大家看看什麼叫真正的透明。第二天，林晨做了一件事，他把整個城北生態莊園的後廚、分揀中心、養殖區、種植大棚全部接入了全縣公共食品安全直播平台，24小時不間斷直播。每一隻雞的腳環編號，觀眾可以掃碼溯源到具體農戶。每一顆菜的採摘時間、農殘檢測報告實時滾動在屏幕下方。每一鍋湯的熬製過程，從殺雞、焯水、下料到出鍋，全程無剪輯。各位，我林晨今天把身家性命全攤在太陽底下，
我对着鏡頭說：“你們不是懷疑我的雞是假的嗎？看，這就是後院跑的雞，腳環編號 A001，農戶張大娘養了1年零3個月，昨天還在地裡刨蟲吃。你們不是懷疑我的菜是大棚催熟嗎？這顆番茄自然熟，沙壤黃紫，農殘檢測零檢出。你們不是懷疑我的湯加了香精嗎？”水軍徹底啞火，在絕對的透明面前，謊言不堪一擊。而更讓星耀總裁恐懼的是，有人在直播間留言：“我是星耀樂園的前廚工，他們中央廚房用的鸡骨高湯膏，就是我每天拆包的，那玩意儿一箱能兑200锅湯。”這條留言像一顆火星，點燃了星耀樂園的暗雷。我立刻私信聯繫這位前廚工，在徵得對方同意後，協助他向县市場監督管理局實名舉報。舉報內容觸目驚心，星耀樂園的99元全雞宴使用的是進口凍雞骨架加雞骨高湯膏勾兑，成本不到10元一锅。所謂的有機蔬菜是從普通批發市场採購後換包裝箱，中央廚房的德國進口設備只是擺設，實際加工環境髒亂差，生熟不分，回收油反覆使用。更致命的是，這位前廚工提供了3個月內的進貨單、添加劑使用記錄以及偷偷拍攝的後廚視頻。縣市场监管局联合县公安局食药環侦大隊在舉報當天就對星耀樂園中央廚房進行了突擊檢查，檢查結果與舉報內容完全吻合。冷庫角落裡堆放着10幾箱過期的雞骨高湯膏，蔬菜分揀區，工人正在把普通白菜換裝進印有有機認證的箱子。熬湯車間，一口大鍋裡漂浮着未化開的香精塊，旁邊就是回收油的過濾裝置。現場檢查的執法人員臉色鐵青，當即下達停業整頓通知書，並立案調查。星耀樂園的醜聞在全縣炸鍋，媒體蜂擁而至，記者們扛着攝像機衝進星耀樂園，將那些香精、回收油、過期添加劑拍了個清清楚楚。星耀集团總部震怒，派來審計組徹查。這一查查出了更多問題。星耀總裁為了拿下樂園項目，向縣裡的個別幹部行賄，為了打壓競爭對手，多次指使手下破壞臨辰莊園的供電系統，為了營造低價實惠的假象，長期虛報食材成本，偷稅漏稅，甚至趙成當初從李老鼠手裡買的那批劣質食材，幕後牽線人也正是星耀總裁的助理。星耀本想借趙成之手搞臭农家樂行業，在自己以拯救者姿態入場，沒想到趙成爛泥扶不上牆，反而引火燒身。縣公安局經偵大隊和食藥環偵大隊聯合行動，在星耀總裁的辦公室裡將他當场帶走。戴上手銬的那一刻，這位曾經不可一世的總裁還在嘶吼：“你們不能抓我！我是縣裡的重點招商對象，我投了5000萬。5000萬買不來免罪金牌，你涉嫌破壞生產經營、商業賄利、生產銷械違劣產品、透水漏水，贖罪法，等着吃牢飯吧。”星耀總裁被捕，星耀樂園被查封整改，其獨家收購協議被農業局宣布無效。那些被星耀低價捆綁的農戶紛紛解約，重新投入到凌晨的分級收購體系中。凌晨沒有趁機壓價，反而在原有基礎上將 A 級貨的收購價又提高了10%。各位叔伯阿姨，凌晨在全村大會上說，星耀倒了，不是因為我們打敗了資本，而是因為他們違背了做人的底線。我希望大家記住，咱們做農業做的是良心，只要守住這個底線，咱們的路會越走越寬。老局長代表縣旅遊局：凌晨，這塊牌子你當之無愧。錦繡大酒店的張總也來了，他帶來了一份更大的合同，全縣黨政機關、學校、企業食堂的食材直供協議。林老板，上次你幫我解圍，救下了錦繡500人的宴會，也救下了我的職業生涯。這次我想跟你建立長期合作，但條件很苛刻，全年365天，每一天的食材都必須達到 A 級標準。凌晨握住他的手：張總，苛刻的不是標準，是對老百姓負責的心。這個合同我接了。為了履行這份超級大單，凌晨將分級收購體系推廣到了全縣12個自然村，建立了統一的生態農產品聯盟。農戶們有了穩定的銷路，消費者有了放心的食材。凌晨的莊園從月流水100萬躍升至月流水500萬。1年後，城北生態莊園擴建成了桃園生態農業示範區，占地300畝，集種植、養殖、餐飲、研學、民宿於一體。為慶祝1周年，莊園裡擺了流水席，全縣的農戶代表、輔導主顧、縣領導、張總、吳隊長全都來了。凌晨站在那口老灶前，熬着一鍋老母雞湯，湯色金黃，香氣四溢。他舀了一碗，遞給身邊穿着圍裙幫忙的陳瑤，嘗嘗鹹淡合適嗎？陳瑤喝了一口笑了，合適，不過少了一樣東西。什麼？你忘了，以前小磊最愛吃的，你給他留的雞腿呢？小磊舉着一隻剛出鍋的大雞腿，從人群裡鑽出來，滿嘴流油。林叔叔，
這雞腿比去年的還大。满院子的人哈哈大笑。凌晨看着眼前这一切，院子里停滿了車，灶房裡熱氣騰騰，大棚裡瓜果飄香，後山的走地雞咯咯作響。他知道這才是真正的勝利，不是打敗了誰，而是守住了那口鍋，守住了那片地，守住了真材實料4個字。夕陽西下，炊煙裊裊。凌晨端起一碗酒，對着滿院的客人，也對着這片他用真心金熱的土地朗聲道：各位，規矩就一條，真材實料，現炒現賣，童叟無欺。這碗酒敬良心。乾杯！